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今天啊，在外边办事儿啊，环境变了啊。前天吧，我介绍这个 GPT 新功能的时候啊，谈到过一个让 GPT 新产品啊读一篇论文，叫 Atom GPT。哎，有朋友就问，哎，这个 Atom GPT 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单独讲讲这篇论文。这个论文挺有意思的，你看它叫名字叫的就挺好，Atom GPT， 原子 GPT， 也是一个材料合成的大模型啊，可以说就是这么个东西。你可以理解成，哎，有了材料的结构，它会给你分析出它的性质来，或者是你把它的性质告诉这个模型，它会给你预测出这个结构来，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这个内容，你看 Atom GPT 是吧？这么一个预测这个材料的新工具啊，这是一种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的这个材料设计专用模型。那 Atom GPT 呢，不仅能够预测给定原子结构的材料属性，而且也能基于给定的这个材料属性的生成新的化学结构。这在材料科学中是非常有用的。它就结合了化学和节后的文本描述，来有效的预测材料的属性。它的准确度可以和这个图神经网络模型相媲美。下面我们就除了看看公式计算之外的主要文本内容，因为后面大量的都是计算公式什么的。他说近年来机器学习就 ML 已经成为材料科学中的一项强大工具。通过学习现有数据并预测新材料的属性，它的潜力呢加速材料的发现。那这些机器学习模型呢，可以用于正向设计任务比如根据给定的原子结构预测它的属性，或者逆向设计任务，比如根据给定的属性预测它的这个原子结构。在各种机器学习方法中比如基于描述符的方法、基于图的方法或基于文本的方法呢，都可以就是大语言模型 LLM 都可以探索广泛的这种材料设计的空间前景，那大大的超越了传统方法的限制那生成式的预训练变换器GPT 是一种原本为自然语言处理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已在生成连贯却上下文相关的文本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成功。比如 ChatGPT 等模型已被用于代码生成、调试、文献回顾和许多的其他任务。然而如果我们尝试执行正向、逆向材料设计任务，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尽管如此呢，受到它的使用简易性和 ChatGPT 的巨大成功的启发，我们引入了一个替代模型 Atom GPT。这是一种为正向和逆向材料设计量身定制的原子级的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在正向预测材料属性方面呢，已经有几项先前的研究工作，比如基于描述符的方法包括 MetaMiner 中的模型、古典立场启发描述符比如基于图的方法，比如像晶体图、卷积神经网络、材料图网络那么原子线图的神经网络，以及基于语言的方法，比如 LMPROP 等同样的一些较早的逆向设计方法，包括晶体扩散变分字编码器、傅立叶变换晶体属性GShoNet、MadBird、Crystal LLM 和 XYZ Transformer 等Atom GPT 是一个深度学习模型，利用了几种变换器架构，如 GPT 和量化的 Mistral AI 来学习原子结构和材料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使用Jarvis DFT 来训练 Atom GPT。Jarvis DFT 包含了多样的结构、电子和热属性数据。通过学习这些数据结构这些数据集， Atom GPT 呢获得了丰富的材料空间表征，使它能够预测不知道的材料属性，并生成具有期望属性的新材料结构。Atom GPT 是一个关键特性，使它能够执行正向和逆向的材料设计。在正向设计中模型呢预测给定材料结构的
属性使研究人员能够有效的筛选和评估潜在的材料。在逆向设计中 ，AtomGPT 生成可能表现出特定目标属性的材料结构，指导具有所需特性的材料的合成。这种双重能力使 AtomGPT 成为材料科学家的多功能工具，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导航材料空间，并加速新材料的发现。此外由于 AtomGPT 使用变换器和其他的前沿 LM 库模型，它可以与新出现的模型集成。最后AtomGPT 与 NIST Jarvis 基础设施紧密集成。该基础设施拥有多个现有的数据库、流线性工作流程、基准和模型，以使用详细的材料领域知识库对它们进行评估。那么 AtomGPT 的模型训练脚本将在它的这个网站上提供。那 AtomGPT 的应用潜力是非常广泛的，它涵盖了材料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项材料工作中我们专注于设计相关材料属性的 BCS 超导体，用于正向或者逆向设计方法，在常温和极端条件下寻找具有高转变温度 TC 的超导体，已经是几十年来的一个活跃研究领域。使用实验和计算方法，比如密度泛函理论，预测这一类量的时候可能非常耗时，而基于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加速设计过程。除了这个临界温度之外呢，对于超导体设计感兴趣的一些其他属性，包括形成能和电子带系，也在本工作考虑中这就是这个论文中的这个文字部分。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有个想法，说利用这个大模型预测材料这个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已经有不少的这个蛋白质分子的这种有机结构的预测模型。那和那个相比，这个模型有什么自己特点呢？确实近年来呢，这个利用大型语言模型的预测蛋白质结构和功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 AlphaFold 模型在蛋白质折叠预测方面的成功。而 AtomGPT 呢，和这些基于蛋白质的这个模型相比有几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和创新之处。那第一个呢，就是专注于材料科学。AtomGPT 它专门针对材料科学进行任务开发，不仅包括材料的这个化学和物理属性预测，还包括结构的生成。这种专门化使得它在材料科学领域显得特别实用。第二个呢，就是结合化学和结构信息，那 AtomGPT 呢能够处理和整合化学结构中这个参数的信息，生成关于材料属性的预测。这种方法类似于处理自然语言的这个语言模型，并且针对的是化学和物理的这种语境。再一个就是正向和逆向的设计的双向能力。除了能够预测给定结构材料属性，这属于正向设计AtomGPT 还能根据你预设的属性反向生成可能的材料结构，这是逆向设计了那这一点呢，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中并不常见。那么后者就专注于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结构，叫 AlphaFold。那和现有的数据库基础设施集成也是特点。AtomGPT 呢和这个 NIST 的 Jarvis 基础设施呢是紧密结成，利用现有的大量数据库和工作流，这有助于实现模型的这种快速迭代和优化。再一个呢，最后就是它使用高级语言这种模型架构。AtomGPT 呢采用先进的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比如 GPT 和 Mistral AI。这些架构呢，原本就是为了处理复杂的这个自然语言问题而设计的，现在呢被转化到材料科学领域。再一个呢，就是前面讲过的 DFT， 就密度泛函理论的认证。AtomGPT 呢不仅能够生成材料的预测，还能通过 DFT 的计算来验证这个材料预测的准确性，确保这个模型的实用性和可靠性。这是论文中的一个图在这个图里边呢，它就左边这个图你看这个 A 图呢，就是就提供了一个关于 AtomGPT 它工作流程的这个概述图它具体展示了 AtomGPT 如何被用于正向模型，就是从原子结构到物质属性的这么一个预测，和逆向设计，就右边从物质属性到原子结构的生成。
所以这个图呢分几个部分啊，我们看一下它详细的情况。那个 A 这3个方块的 A 呢就是正向设计，从文本描述到材料属性的预测，那这一部分就显示了如何把文本输入，比如说化学式啊和结构信息转换成对材料特定属性啊，比如说超导的转换温度 Tc 啊，电子带系这个预测。那 B 呢就是逆向设计，逆向设计呢就是从材料属性到具体结构的生成，原子结构生成。所以这部分呢就显示了它如何根据特定的材料属性，比如说超导温度，生成描述材料原子结构的详细的文本。那后边他还举了详细的例子，就我们图上的这个3D 的这个图，就是硼化镁的这个超导体啊，那么讲了这个硼化镁啊后边具体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讲的非常详细，讲了一个逆向模型的例子。所以这个软件呢就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可以说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傻瓜式的材料合成的工具，那到底能不能用呢？说实话，那还得被广大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他们测试啊。那么现在这个模型啊，我按他给的网址呢，在 GitHub 上没有找到，但是呢，有它的那个大的那个数据库是有的啊。这个软件呢，可能是上线之后有调整，它又下来了。我估计啊，这个 AtomGPT，它论文既然已经发了啊，也有可能会被正刊引用啊，被正刊采纳。那有可能呢，它的这个最后的 Git 上的这个网站啊，就是会把它的这个成果呢会展示出来，到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看看。总归来说呢，更多的人啊在利用大语言模型搞材料设计啊，这个里边特意就提到了超导的设计，所以呢，这对于我们导派朋友来说呢，也是个好消息，是吧？大规模的筛查，高的临界温度材料，有这么个傻瓜式的预测工具啊。那好的，这就是关于这个 AtomGPT 这个论文的一个简单的学习，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